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都是前辈。我听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慨，一个感慨正好也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秦晖老师的。一个是这两位先生，他们当时在90年代末到00年这几年，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很多讨论，在现在听的是更哪些点上是其实是有中国的社会现实有退化的，而哪些话题其实在今天我们是应该往前继续去推动和扩展。大家好，尤其是刚才许成刚先生和李小斌先生把我们这两位前辈对民主的追求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其实我跟这两位先生交往不多，许先生我只见过一次，李先生嘛，我大概见过有7、8次之多，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他们的贡献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非常大的意义了。那么其实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当吴威让我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说他想的题目是他想到的主题是民主何以为继。这个民主何以为继这个题目本身就跟当时就跟前面许先生提到的这本书里头的内容，就是所谓的乐观和悲观，我觉得有很深的关系，是吧？那个我觉得刚才陈刚兄已经讲了，他说李先生比较悲观，而许先生比较乐观。许先生乐观的理由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实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我甚至认为早在54以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一旦对西方有所了解，有些是他们第一批去看到了，或者是间接的听到了，但是他们马上就对西方的一个东西很感兴趣。什么东西呢？不是现在很多人讲的船坚炮利或者奇技硬巧，而是推举之法给予天下为公，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等等。而且以前他们就讲过，是吧？说中国的这个皇帝啊，这个官僚啊，其实都是不行的，是吧？中国以前很早有人就讲过，那个真正的政治啊，应该是殊不知以乡举里选为公，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乡的人选出一个人来治理本乡，一里的人选出一个人来治理本里。后来这个思想已经在秦制中，在那个帝制中被扭曲，变成由下面推荐一些人当皇帝的狗腿子，是吧？这就是所谓的科举。之所以叫举，就是因为原来就说这些人是乡举里选的，但是大家知道后来的科举根本就和推举无关，是吧？完全就是一种官方组织的智力测验。所谓的举人本来是在省上进行考试的，是吧？但是这个考试非常可笑的，不叫做省试，而叫做乡试。为什么叫乡试呢？就是因为本来的乡举里选应该是由乡下人推举的，是吧？但是这个是显然皇帝是不喜欢的，是吧？但是你又要用这个名，所以才把那个在省里搞的一场智力测验，叫做由乡下人推选的由那个乡里推选的这样一种人。所以当他们一看到西方有这个所谓的选举政治的时候，马上就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好的不得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当然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当时也不懂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就说
这种国政民风实在是让人羡慕，是吧？叫做美探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但是另一方面，李顺之先生的悲观，我觉得目前的现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设想。他如果说李顺之先生当初只是说经济改革不能自然而然带来政治变革，但是李顺之先生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经济的演变成了一种低人权优势的输出，不但别人没有演变他现在还要演变别人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老实说，李慎之先生当时只是忧虑中国的民主能不能推进，他并没有想到世界的民主就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第三波民主，是吧？现在有明显的退潮的趋势。不仅第三波民主中产生了很多新兴的民主国家，民主都发生退化，甚至连一些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已经处在了十字路口。所以这个民主何以为继，这的确是一个大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也正是，其实我应该说也是属于很悲观的，是吧？早在中国入世不久，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儿。所以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退落》。那么这个的确是民主向何处去，的确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可是在我这本书里头专门有一篇是谈到第二波民主化的失败的一些教训。那么要谈到第二波民主化，其实许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就是一个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知道许先生和李先生虽然不能说是54一代，应该说是129一代吧，是吧？但是他们的确是54运动熏陶出来的。而我们知道54运动就是第二波民主化的一个典型事件，是吧？当然我讲的第二波跟那个亨廷顿讲的有点不一样，是吧？照我看来，第二波民主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孙中山在1920年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正好是从1911年到1918年，短短的7年之内，世界上5个最大的专制帝国一个接一个的土崩瓦解。第一个就是大清帝国，它在1911年土崩瓦解。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帝国，它在1917年2月瓦解了。接下来就是由于一战的结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也都在1918年瓦解了。瓦解以后产生了几十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是吧？不管是俄国2月革命以后，还是中国辛亥以后，都是要讲宪政，要搞民主。但是到了从20年代到30年代，这些民主国家相继都这些新兴的民主试验都相继失败，而且很多老的民主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是吧？包括那个大萧条和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那么以至于一些人非常之悲伤，是吧？有一些人比如说我像茨威格甚至都自杀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追求民主的人都遇到了悲剧那么当然李先生和许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就是受到五四启蒙的影响
由于追求民主而卷入了当时的那个革命，是吧？而且这个革命也是以民主为诉求的，是吧？那么辛亥革命不用说了，它建立的是民国，是吧？那么接着又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其中呢，这个所谓的三民主义，其中有一项就是民权。那么49年革命当时号称是以新民主主义那个打败了蒋家王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把民主派当做一个对立面来否定的，是吧？当时有个说法叫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但是这个革命又恰恰是以所谓的大民主作为它的一个口号的。所以这个第二波民主化的失败的确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反思这第三波民主化的面临的危机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出发点。刚才许先生讲到，其实也是的确是很多参加这个1949年革命的人，他们是从爱国主义走向这个革命的，是吧？而且也是正是因为爱国主义，他们认为民主是可以救国的，是吧？那么当时共产党又在那里反对蒋家王朝，尤其是1943年在抗战前夕，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是陶希圣写的，但是也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叫做《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引起了以中共为代表的一大批人的那个严厉的批评。但是今天看来，这本书《中国之命运》这本书说实在的，已经完全成了超级的主旋律作品。因为这本书就是说中国5000年来一直是伟大的无以复加，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样样都领先。后来之所以碰到灾难，完全是因为那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那个侵略导致的。而列强不仅侵略了中国，而且向中国灌输了两种败坏中国文化的东西，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共产主义。他说整个这本书都是骂这两种主义的，而且其实老实说，主要是骂自由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当时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而且共产国际在解散的时候已经明确说他们在那个二战以后搞的叫人民民主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搞社会主义的，是要搞资本主义的。而且大家知道，东欧国家在1948年捷克2月政变和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之前，也是实行多党竞选的中国49年以后倒没有，但是东欧国家在1945年以前是搞过这个东西的，是吧？所以蒋介石他当时既骂共产主义也骂自由主义，但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并没有说他们马上要推行共产主义，所以实际上里头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在骂自由主义。而共产党对这本书的反驳赢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那个认同，其中包括我的父母，是吧？当然就更不用说包括更不用说包括李先生许先生这一代人，是吧？那么结果现在造成一个非常，曾经有人说这个《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它的核心就是中国在抗战以后不能搞民主，要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吧？说这本书如果在今天出版，它恐怕马上就会只要把这3个词改一下，是吧？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3个名词专有名词改一下，马上就可以获得中宣部的5个1工程奖。这个实在是太令人吊诡了，是吧？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
是吧？那么我觉得从这个第二波民主化的这个经验呢，的确也可以使我们反思第三波民主化面临的这个前景。第三波民主化现在面临的形势，我觉得是非常之严峻的，是吧？但是我也相信，正如许良英讲的那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专制政治的痛恨，其实是每一个民族都潜藏有的传统。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如何如何，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我觉得都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实然，那就是那就是他们面对的现实状况；还有一个是应然，所谓的应然，其实是针对实然而言。是吧？那就是不满现状，希望改变现状的理想，也就是《史记》里头讲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那样一种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文明，它之所以有生命力，都是因为很多人想用应然去改变实然。我相信。无论是第二波民主化的退潮，还是第三波民主化目前面临的这种现状，都不可能改变人们用应然去改变实然的这种动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我们今天读这个徐礼两位先生的对话那么在关注今天民主在整个世界上面临的这种局面我们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而且对于我们怎么能够使民主从低潮再进入高潮也会有很大的意义。我就讲到这里，谢谢。